Hello， 欢迎来到 Nick and Ezzy。我是 Ezzy，and today we're gonna talk about lens because I know everything there is to know about lenses. You do? Yeah, everything. You do? What So, about it? You got stabilizer and manual focus, autofocus. Oh, cool. Yeah, this is a Cool. f1.8 macro Cool. Canon lens. Ah, Yeah, go you do away. know about lens. Let me teach them. Okay. Let me teach. Okay, so Yeah. yeah. Are you done? No. You done? Wait. Yeah, you can Okay. take over. Cool, Okay, cool, bye cool. Bye bye. 嗨，好，大家好，我是 Nick， 欢迎来到 Nick 和 Ezzy 的频道。在这个频道里面呢，我会经常定期的给大家制作一些有关于影视创作的一些视频，比方说我经常制作的影视教学干货，甚至还有会像是今天所说的一些相机数码的电子评测的这些视频。所以对这些影视创作啊和相机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希望你能关注我的频道。那么在今天视频里面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个人认为在这个佳能的 RF 卡口中性价比最高，记住是性价比最高的这么一个镜头，那就是这个RF 35mm f1.8 的这么一个镜头。那我也会从几方面讲起，比方说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镜头的性价比这么高，它的优点在哪里，或者和其他的 EF 卡口或者 RF 卡口的镜头相比之处，它会有什么好处。首先呢，说一下这个镜头的焦距，那就是 35mm， 是与我们人眼所看到的画面最接近的焦距之一，所以拍出视频啊或者拍照啊，这个拍出的画面呢都是十分的自然，这也是我最喜欢用的焦距。当然了，也会有人说，那这个50mm拍出来的画面也是离着人眼所看到画面非常接近的一个焦距啊。那佳能近期呢也刚出了这个 RF 卡口的这个50mm f1.8 的镜头，而且只卖$200，字面上看上去呢非常的完美，$200也有 f1.8 的光圈，还凭什么要去买这个 RF 35mm的镜头呢？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上面也是要看个人的喜好。不过这两个镜头上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讲一讲。那这个不同的焦距在画面上所展现出来的不同的效果呢，也主要呈现在这个焦距对这个空间产生的这么一个压缩感。那什么是空间压缩感呢？比方说，你在用焦距越长的镜头，你在这画面里所看到远处的背景的这一个虚化的这么一个效果也会越大，也会产生出一个将远处的背景拉近的这么一个感觉，好像就是将你的近景啊和远景中间这么一个空间把它给切割了。所以呢，使用35mm的镜头的画面拍摄出来，和其他的焦距镜头拍出来的画面相比呢，人物所在这个空间和背景也会被更加全面、更加整体的所展现出来，一切看上去呢也会更加的写实、更加的真实。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拿35mm的镜头来当挂机镜头，因为所拍出来的画面呢，它不会有太强烈的这么一个空间压缩感在里面。这个 RF 的镜头还有一个最大优点，就是它内部有着佳能十分优秀且强大的5级防抖，这些画面呢可以给你展示一下这个镜头的防抖功能的强大之处。我并没有用任何其他的防抖功能，特别是如果你是在用，比方说佳能 EOS R，这个相机本身就没有自带任何的防抖功能，那这个镜头呢肯定也是再适合不过了。那另外一边这个 RF 50mm的镜头，凭着它这个$200的价格，自然而然的它也没有这个佳能的5级防抖的功能在里面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也在想，我平时拍视频的时候也会用上这一个相机的云台啊，所以拍出来的画面也非常的稳定，那我这个镜头里面也根本就不需要有这个防抖的功能。这个时候呢就要看，我觉得是你个人的这个喜好和这个个人的这个对这个画面的审美度了。比方说有些画面呢你是用云台拍摄那拍出来画面都很稳定，那看上去也会很舒服，那也挺好的。但是呢，比方说有些画面，我个人会喜欢在里面加入一些这个相机的一些自然的抖动。我觉得呢，这样子的话会使这个画面让这个观众会产生一种更强的代入感，把我想用这个画面或者画面里的人物想表达出来的这一个情绪感呢，就是更强烈的把它给展现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没有用这一个防抖的镜头，或者你的相机也没有其他的防抖功能，看上去的画面呢，就并不只是自然的抖动了。
比较有点鬼畜了，所以用上有防抖镜头呢，一切看上去画面上才会更加的自然，更加的舒适一些。Does it scare you? Yeah. I can no look. 哈。那和其他的 EF 和 RF 卡口的变焦镜头比起来，这个定焦镜头，最大的优势那肯定就是在于它的价格和它的光圈的这么个比例。就像是你说这个，我们花$499就能得到的 f1.8 的光圈的镜头，和这个$2300得到的24到70 mil 的 f2.8 的光圈相比，你说香不香呢？当然了，如果我们拿这个定焦镜头和这些红圈的变焦镜头，就这么比这个价格和光圈，那肯定自然而然也是不公平的。但是确实有一点，我们可以很公平的去做比较。这个镜头所用的这个对焦系统是这个 STM 系统，2470或者还有其他的镜头，他们用的是 USM 的这个对焦系统。那 STM 和 USM 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的对焦的速度和他们的噪音之类的。那比方说 USM 对焦起来的速度就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非常适合用在这个拍照啊、拍人像啊这些之类的。但是呢，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有时候你其实不希望你的自动对焦的这速度这么快，因为它这样看上去呢会非常的突兀，这种就一看就知道你是在用自动对焦了。那 STM 这一个镜头的对焦速度相比之下呢就会慢很多。那特别是你在拍照的时候，比方说是在拍体育啊、动物啊这些之类的时候，那你肯定是希望你的对焦速度越快越好。但是在录制视频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这个时候呢 ，STM 的这一个缓慢的对焦速度其实反倒是一个优点。那有些时候呢，这个缓慢的对焦速度看上去甚至就像是你在用手动对焦一样，看上去会非常的自然，非常的顺。那虽然这一个佳能对这个 R 系统的相机所做出来的这个 EF 转 RF 卡口的这个转接环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的，但怎么说这个转接环也是多占了一个地方啊。你把它一起放在这一个相机的云台上面，怎么说也是多出了一个这个转接环的这么一个重量上去。那所以你用 RF 的镜头的话呢，也会省出你这个背包里面的一些空间啊，或者是你这个在相机云台上面省出一些重量。那用 RF 的镜头呢，也会多出其他的好处。那比方说这个镜头前面这个环呢，你可以设置它用来调节不同的这个相机里面的设定，比方说这个 ISO 啊、感光度啊之类的，那随便你去设置什么。那用 RF 镜头来手动对焦的时候呢，这个相机屏幕上也会多出一个画面来辅助你更好的进行手动对焦。OK， 那说归说，你的相机呢用什么镜头呢？那当然是要看你的个人喜好和个人的习惯，用定焦镜头啊或者变焦镜头啊。那每个镜头相比呢，像是这个镜头跟那些红圈镜头啊或者变焦镜头相比，肯定是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我个人是觉得这个镜头非常适合用在日常的生活，可以当一个挂机镜头，主要就是在$499的这一个价格上面，这个镜头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真的是物美价廉。下期再见。So, yeah,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Hello. I hope you understand everything that I explained. Yeah. Okay.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See you next time. OK. OK. 记得关注哦。记得关注啊。记得关注啊。OK. Right? Right. Yeah. Yeah. Totally. Wait. How do you say? 记得关注哦。记得关注啊。记得关注哦。记得关注啊。Yeah. Good. Move, please. Below. Subscribe. Thank you. 新年快乐. What's that?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